赖清德520讲话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，台湾社会普遍失望且高度忧虑，认为其言论以抗陆谋独为主轴，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前景，恐让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。 还有岛内舆论认为，赖清德520讲话显示出台独分子对大陆实力的恐惧，对台独空间压缩的焦虑，然后这种最后一搏必将迎来强力反制。 本月20号前，岛内舆论及不少党派团体不断呼吁赖清德对大陆释出善意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。但赖清德520讲话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，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。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最新民调，53%的岛内民众不信任赖清德的两岸政策。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，赖清德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，还把两岸关系定位成两国论，无视两岸之间最近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善意。我们很担心这样子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造成难以逆料的一个冲击。一句话，就是依两国论，明确的台面化，想要来推动两岸关系，我感到忧心。 同样对赖清德台独自白不满的，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。他认为要对赖清德听其言，观其行。看3个月，看到底他是怎么做。 岛内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指出，赖清德520讲话是掩饰和包装后的台独野心，实质是企图搞和平分裂，释放出敌意、挑衅的危险信号。演讲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善意，只看到高调的要搞两国论，根本是继续对抗、恶化现状。 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也认为，赖清德已经把释放善意的路给堵住了。他之所以如此着急表现出台独本性，是因为他意识到留给台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们知道他们对陈水扁2000年的就职演说，他的回应是听其言观其行嘛。那蔡英文2016，他的反应是未答完的考卷。那对赖清德的定位就是确定了啦。 就是台独啦，也就是说不用听其言观其行了啦，也不用补考了啦，就是台独了。然后目前的定位是只有一句话，就台独死路一条。那他为什么选择亮牌？因为他觉得时间对台独不利。那时间对台独不利，就是我可能会被逼着要去谈这种问题。所以我就把我的底牌亮出来。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谢文吉认为，随着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，台独的空间越来越狭窄。赖清德这次是企图最后一搏。赖清德走的是险棋啊，对，某种程度上他也知道后果，他认为是说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后一击了。 成则成矣，不成哈，反正我儿子孙子已经做美国人了，我到时候乘浮浮于海，美国的这个飞机接我也走了。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认为，美国政府纵容了赖清德的此番讲话，美方使出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大陆，赖清德则甘当棋子。 赖岳谦提醒，中国大陆并不惧怕美国打台湾牌。我个人认为是美国指导赖清德这么写了，所以他讲的那套话什么？哎呀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不变，你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不变是嘴巴，但是你的行为里面是告诉赖清德搞这两国论。赖清德当然就很开心了嘛，因为刚好符合赖清德的本意，赶快写出两国论。我看你美国，你一贯说一套做一套，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啊也没有那么在乎了，就是该打就打，该谈就谈，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杏仁认为，美国如果看过赖清德这篇文稿，就是错估两岸形势；如果没看，赖清德也未免太大胆了，字称两国，句句表台独心迹。这篇520文稿的后遗症恐怕将很严重。居然把台湾问题国际化，然后牵扯到整个当时候郑成功时期、明朝时期，那我觉得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事实，可以看出他想要寻求文化台独的这个用心。台湾《中国时报》21号刊发社论指出，赖清德的讲话少见两岸联结的温暖，多的却是制造两岸对立的语言。这是民进党及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中两岸政策立场最硬的一篇，让社会失望至极。
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，赖清德的两岸政策论述让缓解两岸敌意的契机尽失，两岸关系已在谷底盘旋8年，未来4年台湾民众恐怕还得系好安全带。岛内学者也召开研讨会，分析未来两岸关系走势。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在21号举行的一场学术座谈会上表示，近期大陆各央媒评论用词都较国台办更加强硬。新华社则批评赖为麻烦制造者，且比李登辉、陈水扁、蔡英文更毒，用词非常重。他认为大陆对赖清德的定性很难改变，转圜空间小。对于未来，王信贤研判，大陆对赖清德的施压政策将持续，各部委可能正在清点工具箱，相关政策会陆续推出。赖清德台独自白也继续撕裂岛内社会，蓝绿白三方在台立法机构上演全武行一事也持续发酵。根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，支持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力挺改革法案，批评民进党的声量约占65%，赞同绿营论述的则不到15%。不少岛内网友呼吁下架民进党。从赖清德的520演讲来看，赖当局似乎越来越朝着以美谋独的方向发展。那对于这一趋势，您有何观察呢？这次赖清德的520演讲，除了色厉内荏地做了一番台独自白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完全投靠美国，投怀送抱，鹦鹉学舌地照搬美国的所谓涉华叙事方式，对大陆进行了一些恶意的诽谤和攻击。今天的美国呢，为了牵制中国发展，需要加大台湾牌的分量。当台湾当局的力量不堪重负的时候呢，那么实用主义的美国就要更多的直接介入台湾，干脆就把台湾这枚棋子啊，直接抓在自己手里，直接当了民进党的家。但是呢，美国要进行这个权力转移的时候，也遇到了一些两难的困境。第一，就是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权力弱化，现在在岛内啊，民进党很不得人心，社会各界是冤声载道。美国这样一头撞进来，很多针对民进党的子弹，结果就开始射向美国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呀，岛内各界是一片骂声啊，包括民进党内的一些人也在批评赖清德不知轻重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大家也很合理的就在质疑并且批评美国，你作为赖清德演讲的审稿人，是不是也在犯同样的毛病，甚至于更恶劣？因为人们在质疑美国自己不敢和大陆对抗的时候，却在拿台湾当枪使来试探大陆。这种批评当然是合理的，也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困境。第二呢，就是中美互动中的一些复杂性。中美啊正在构建相处之道，并且逐步走入了止跌企稳的缓和态势。在目前大选之际呢，又有俄乌、中东冲突的压力，美国当然不希望再引发台海等和中国之间的直接冲突。美国现在是既要继续牵制中国发展，但是又不敢过分的冒险来得罪大陆。所以呢，对于赖清德的政策就呈现出一种两难的困境。他既要让赖清德强硬一点，加大其表面的对大陆的牵制作用，但是又不敢过分强硬，因为美国可能更怕赖清德一旦捅出篓子来，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风险，或是给北京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机会，或是给美方出难题，这都会使美国遭受不可承受之重啊。第三呢，就是美国呀，仅靠自己介入台湾问题，他觉得不够。他还想拉着其他的盟友，比如说在北约或者是美日韩的聚会的时候呢，咱们注意到美国也在把涉台的议题加入其中，逼迫各方来表态。但是这里啊也有很明显的两难困境，比如说啊，日本呢是其中最积极介入美台关系的，并且一上来就以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种特殊的表述方式，把美国涉台的那种模糊战略置于一个困境，逼美国不仅在涉及钓鱼岛等问题上表态直接介入，而且要在协防台湾加日本的这个重大新议题上表态，绑架美国。可见啊，美台关系正在出现的权力转移也并不顺畅。
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焦虑的表现之一。各方何去何从，还有待观察。